根据 CNN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月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发布照片称，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经苏伊士运河抵达中东地区。而美国这一举动呢，也立马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美国军方通常对其导弹潜艇舰队的行动保持高度保密，为什么这次却突然高调宣布核潜艇的部署呢？现在的中东地区又有多少美军存在？咱们接着往下看。关于美军核潜艇的这个声明啊，非常短，也非常罕见，因为美军很少会公布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行踪或者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上一次公布弹道导弹核潜艇部署到中东，还是在1年前。当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登上了美军西弗吉尼亚号核潜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库里拉视察该潜艇发生在国际水域中的保密地点。所以说啊，你看，即便美军公布了地点也是保密的，而之所以要高度保密，是因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属于战略武器，是美国3位一体核威慑的一部分，所以它的战备的状态、部署的位置、航行的信息都属于绝密，就算在美军内部呢，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这一次美军不仅主动公开，而且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连照片都发出来了。照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一艘航行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正在穿过位于开罗东北方向的萨拉姆桥，而美军之所以如此高调展示该潜艇的存在，说白了就是要给以色列兜底。美国防部长声称，向地中海派遣军舰和潜艇是为了阻止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和震慑某些国家企图扩大这场战争的努力。而这艘俄亥俄级核潜艇现在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防区，它将暂时归属于部署在此地的第5舰队。而值得注意的是，结合美国中央司令部给出的数据显示，这艘俄亥俄级潜艇并非是携带有3叉戟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而是改装的巡航导弹艇。美军呢共有4艘俄亥俄级改装为了这种作战潜艇。从透露的信息看呢，这款潜艇应该是 SSGN-728 佛罗里达号核潜艇，该艇呢是俄亥俄级核潜艇的3号艇，后来呢被改进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全艇的24个导弹发射井，除了有2个被改装为特战队员的运载舱之外呢，其余22个发射井每个可以携带7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也意味着该潜艇总共可以携带154枚战斧导弹，是名副其实的导弹卡车。而且正因为一艘巡航导弹核潜艇反而可以应对目前的中东局势。毕竟呢，核弹这种东西啊，那不是说丢就能丢的。在此之前的多场局部战争中呢，美军核潜艇经常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实施对陆远程攻击。根据中央司令部和 CNN 的说法，这艘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部署到中东之后，将带给竞争对手2个明确的信息：一呢是美国对于区域对手的威慑是真实可信的；其二呢是美国想尽力避免目前中东战局扩大化。说简单一点，就是美国已经摆开了车马，谁想要插手就过来试试吧。而且除了核潜艇已经赶到海湾地区之外，在前一天，美空军还在中东的天空上高调展示了自己的轰炸机。这架部署在土耳其因杰尔克里克空军基地的 B-1 枪骑兵轰炸机，在俄亥俄级现身的前一天，奉命飞越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辖区，准确点说啊，就是跑到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地巡视了一圈。其针对伊朗的意味啊也十分明显，毕竟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因杰尔里克空军基地都是作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基地使用的，从未有过战略轰炸机的身影出现过。这架巡航中东的 B-1B 的部署还恰好是赶在伊朗外交官访问土耳其的前一天抵达，这其中的猫腻呢，我想各位也能理解吧。而且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这几天向中东地区派遣的2款装备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过去啊，它们都是搭载核武器的平台。俄亥俄级是3叉戟洲际弹道导弹的海基平台， B-1B 是空基核武器的运载平台。尽管啊，他们并没有携带真正的核武器，但这些东西的敏感性却是相当的高。言外之意，似乎要将武力展示给一些特定的国家看，比如伊朗。
此外呢，在更早之前，美国的其他战力也都悉数到场了。比如说，2个航母战斗群在上个月被部署到位，2艘航母加护航军舰共搭载超过1万名的海军士兵，还有1艘美国的2栖攻击舰和1艘2栖登陆舰，也在上个月月底之前完成了在红海的部署。他们呢，分别是巴丹号和卡特霍尔号。这2艘战舰上搭载有约4000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与2舰一同部署的还包括了3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美军海上的兵力大致就是这些了。下面咱们来看看空中力量。我们都知道，在哈以冲突爆发后，美国空军就向中东地区紧急调配了一批 A10 战机，后续呢又有 F16 和 F15的身影出现。截止到现在为止，美军已经向中东调遣了3个 F16 战斗机中队、2个 A10 攻击机中队和1个 F15E 战斗机中队。除此之外呢，还有多套爱国者和萨德防空系统也进入中东。后续美军还会根据局势决定是否继续派遣大量士兵进驻。只不过面对美军高调炫耀的武力，有一个势力却并不打算买账，他们呢，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11月8号，该武装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了一架价值3200万美元的 MRQ-9 型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啊，自从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胡塞武装第一时间公开警告美国不要介入这场冲突，同时也对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强行对加沙展开地面攻击，胡塞武装绝不会袖手旁观，将以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随后的事情呢，我们也都知道了，胡塞武装确实是说到做到，很快就向以色列发射了巡航导弹无人机，但都被美军的卡尼号驱逐舰拦截。到了11月初，胡塞武装眼见巡航导弹无法建功，又对以色列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结果呢，就是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打了个太空拦截记录出来。这次胡塞武装又对美军的无人机出手了，其帮助哈马斯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只不过在击落事件发生后呢，人们同样需要关注美军是否会向胡塞武装展开报复。毕竟最近几天，美军已经出动战机对叙利亚展开空袭，以警告不要介入这次巴以冲突。而在也门胡塞武装主动击落美军战机的情况下，美军也很有可能会对其展开报复性空袭。对此，美国战区网站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美军此次无人机遇袭并没有出现人员损失，在考虑稳定中东局势的情况下，美军可能并不会在近期对胡塞出手。毕竟鉴于也门地处阿拉伯半岛南端，加之也门局势的复杂性，在红海的美军埃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也一直在保持克制，只是单纯的防御，尚未对胡塞武装进行任何报复性打击。那么各位认为美国会对胡塞武装出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